在地機車行裡面花了250萬買一台機車，然後他順便幫我們換了機油跟安全帽，我自己覺得蠻便宜的啦。在正片開始之前，先跟你們說一下這支影片在幹嘛。這次我把內容切分成2塊，前半段是教學，教你怎麼在越南買到便宜的機車，用什麼工具跟怎麼找之類的。後半段就是我跟朋友騎着車從河內上山去沙壩，然後一路往南殺到岘港，就是瘋狂公路旅行那種。如果你只是想知道怎麼買車，看到這邊就好，後面的交給你們自己嘗試。如果你對於用這個價錢買到的破車到底可以騎多遠，那就繼續開下去吧，後面真的不無聊。好，開始吧。沒有什麼大問題了。這裡爛掉。啊，就是有點小外殼的問題。在見到我之前，他們很多人都沒有發現我是外國人。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就是全部都靠翻譯，用 ChatGPT 回話，它可以給一些很棒的意見，這樣用越南文，然後在越南的社群網站裡面，然後跟越南人聊天，至少在杀價的部分還不錯。好，來趁機介紹我的戰車。那這台是我花了美金100塊以內買下來的。小弟我剛好在台灣是做修機車的，有做過一陣子，所以大家就是看了一下。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車殼有裂痕，但是沒有關係，這不是一個問題。那這個剎車桿很明顯，這是倒車有撞歪過的，但是剎得住沒有問題。然後不知道為什麼這台車的前輪框是新的。那我問過了那個賣家，他也說，他就問我說，那你想要換成舊的嗎？然後我就說沒有關係，也是沒有問題。然後機車底盤，沒有漏油，好，也是沒有問題。Suzuki 的是一個好牌子。然後這個沒有防燙蓋，我已經被燙到2次了，但是也是沒有問題。這台車真的超級省油的。然後我發現他們這邊的車好像都蠻省油的，就是我一個油箱加滿，大概就是台灣的機車的1半，然後我可以充將近1整個上午都不用加油，就是真的就是一直走，而且還是雙載，載這麼多行李，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然後我的儀表板有點裂痕了，那也是沒有問題。它這個碼表時速是壞掉的，但是也沒有問題，因為這邊的人大家都超速，但是他們速度還是會比台灣慢一點，所以沒有問題。然後有些按鈕壞掉了，但是沒有問題，因為車子發動發得了，剎車剎得了。方向燈，我右邊的方向燈，這邊的方向燈已經沒有燈泡了，也是没有問題，因為這邊的人幾乎都不打方向燈，基本上喇叭比方向燈還要重要。那我試過喇叭按下去非常的響亮，那就沒有問題。基本上我花了美金不到100塊買了這台車，將近是台幣3000塊以內。買了這台車，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划算了，不要求它完美，但是至少以代步來說，就已經很好用了。OK. Is it okay? Okay. Okay. One. Yep. Yeah, good.準備出發了，今天是第1天，然後要離開河內了。河內的交通好可怕。來河內的第1天就想快點離開這了，要不是要買機車的話。对，大概是這樣。然後先吃早餐。
出發前感想哦。好熱。好熱。防曬，你看要跟越南人一樣了。他們把我當越南人。你吃這個東西叫什麼？棒超。棒超，好不好吃？還蠻好吃，酸酸甜甜。酸酸甜。開胃。他還給你那個一盤新鮮的蔬菜這樣，然後炸春卷，證明了台灣的炸春卷都是亂做的。中場休息一下，一中場休息就熱，太熱了越南。等一下要繼續往前騎，剛好在一個沒有什麼人的地方，然後剛好在中午吃飯時間。好熱，好了，快點走，快點走。中場休息，然後我們現在在一個加油站，那個我夥伴在上廁所，然後趁這個機會去解釋一下，就是在越南騎車的時候，這邊的路真的非常的髒，就是雖然有那個柏油路沒錯，但是車子你可以看，就是目前看起來還 OK，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外套，或者是就是車後面啊，包括我自己的臉，就是還有這台相機，常常会有一些土了，然後一些土啊，一些灰，包括我們每次在騎車騎個1個小時，然後休息一下，洗把臉全部都是黑色的。這邊的太陽很毒辣，基本上你一停下來，你就會想要繼續再往前走，因為沒有風真的是很痛苦。第一天晚上從 Google Map 上面從河內到我們現在在的位置騎車只要3個半小時，差不多4個小時。對，4個小時，但是我們騎了7個小時，並不是我們騎得慢，事實上我們騎得還蠻快的，就是因為路上有很多神奇的交通事故，要花一大段時間。明天的話 ，Google Map 上面說，要騎4個小時到快5個小時，所以我們預估可能會更久。為了應對明天的挑戰，所以把那個手機定在凌晨5點，明天就一大早就出發這樣。然後明天要去的地方是那個沙巴。聽說那地方很漂亮。我們剛才查了一下那邊的住宿，然後發現越來越便宜，這是超神奇的。目前我覺得在越南最印象深刻的是，都市的住宿是最貴的，然後隨着往鄉下走，或是更偏的地方，那邊的住宿跟飲食的成本就超級低這樣。我們那時候剛到河內的時候，然後我們覺得說哇，河內真的好便宜。結果我錯了，到鄉下的地方看，會發現那個物價真的便宜的在1倍，可能有時候便宜到快2倍這樣。今天有沒有什麼感想？好熱，好熱，好曬啊！喂，幹嘛？感覺好像我沒有穿衣服一樣呢。就是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越南的女生她們騎機車的時候都會包得緊一緊，因為其實你騎機車的時候有風，所以是不會熱，但是你一不騎機車，你停下來的時候就熱爆。好害羞哦，看一下我自己的身體。你看我的脖子跟這個胸口這邊已經有那個色差跑出來了。熟悉我以前的那個影片的人大概就知道我的皮膚常常黑黑白白的。那現在好不容易白回來的皮膚，在越南待了第1天就黑成這個樣子，後面還有好幾天，後面再看看。你看買便宜的車的代價就是這樣子。在此那個提醒大家說，那個買車不要買太便宜的。但是，老實說，他這樣子收錢下來還是比較便宜，所以我還是，如果換作是我，下次我還是要買便宜一點。哎，這就是代價。就是學不聰明的人啊。小弟我剛好在台灣是做修機車的，有做過一陣子。15 minutes later。看這裡有一座山，然後被挖掉了。他們這邊的人會把山挖掉，然後拿來蓋房子。我們剛才在路上看到很多人，他們就把這樣子挖掉一個山頭，挖掉一個山頭，然後就把房子蓋在這裡。在越南很神奇的一個點是，中午整條路都不會有人，就是大家都跑去吃飯。現在算是正中午，所以中午就瞬間就空掉。那不是什麼有法規規定說中午不要走，是因為中午真的好熱，我現在好熱，所以我要去吃飯，拜拜。
事實上這條路看起來很像，如果有人有從宜蘭一路騎到那個武嶺的那一條路，事實上這邊這條路跟那條路看起來非常像，只是熱蠻多的，然後也是非常的漂亮，路面也很完整。老實說，我覺得比台灣的路還要好。最好的就是沒有測速照相。成功了，老鐵，對面就是中國了，這邊是越南，因為剛好會經過就是越南跟中國的口岸，所以忍不住想要過來這邊看一下。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這裡有好幾間商店，它事實上都有中文跟越南文。這邊大部分賣的東西就是有香菸，然後外幣兌換。讓我覺得最有趣的，這邊有結婚代辦，你們可以去看一下。有了，找到了，你看結婚諮詢，那不是，我覺得這個很好笑，所以我就忍不住想要拍下來。不過我們要走的路事實上是要往那邊了，就是剛好會經過。这邊是哪裡？這邊是沙巴。沙巴的第一餐，那個馬肉麵線。不像馬肉哎。不像馬肉，雞肉。就像豬肉啊。豬肉。哦，但它後面的那個味道好像有差。前面吃起來像豬肉，因為後面。但後面味道變了。對，越咬的話有一個苦的味道。哦，所以吃起來像豬肉，然後微苦這樣。啊，有點像內臟的味道。哦，對对，那順便解釋一下，就是沙巴這邊他們其中一個在地的食物之一就是馬肉，不好吃。味道有點重，對，蠻重的。我現在在市場裡面，那這個市場已經關門了，因為沙巴這邊我們剛才看了一圈，它蠻觀光化的，我覺得，所以我們剛好有機車，我們就往外面騎一點點，然後到他們這邊 local 市场吃，然後價錢都是正常價。至少看起來比較不會被削，但是這個馬肉這個味道有點重。現在在一個地方是 homestay， 然後目前在的位置是沙巴，然後我想公雞叫可能有聽得到，就是這個地方事實上非常的，就是很鄉下，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沙巴這個地方的 homestay 住的價格比 hostel 還要便宜。那我們目前住的價格可能就打在這邊，我覺得很神奇，就是因為沙巴上面有很多。可能外國人啊，然後觀光客他們都住在 hostel 或者飯店，都在很上面，就是很精華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往下走，雖然路蠻爛哦，差不多騎車騎個5分鐘，然後就到了一些，這是目前住下來最便宜的地方。要不是太觀光化，我實際上很喜歡這裡，大概是這樣。你看阿拉伯人 ，Mashallah，Mashallah，為什麼戴成這個樣子？防曬，加上防塵埃。它這個材質很輕薄誒，他們很多這種很輕薄的材質。好，我也需要一個。買一個。哦，好貴哦。還好啦，沒有很貴，很便宜。哦，到時候就越包越多了。6萬幾而已。好。大瀑布。那座山有好幾個大瀑布，然後上面好冷。有時候會看到放牧的人，他們會把牛放在路邊。報告一下這台車的狀況，今天這台車表現優良，完全沒有出任何的問題。事實上，我們在路上超了很多人的車，即便是一台老車，它保養好以後，它也可以就是像一台正常的車子一樣走。希望就是這幾天它都是一台正常的好車。現在在的位置有點偏，意外的發現這裡有個露營地可以住，這樣至少我們發現的這個跟住那種 hostel 一樣便宜。所以這是我們的帳篷，這我只有在產品展看過，裡面大概就長這樣。然後我們的包包在這邊，對，今天晚上睡這邊了，然後明天繼續往前走。哎，感覺怎麼樣？很讚，蚊子有點多了。今天記錄。昨天晚上剛開始沒有睡得很好，但後來睡得還不錯。因為晚上的時候有人在開 party。可能住在露營地的好處跟壞處吧。好處就是事實上很多東西都蠻自然、很新鮮的，
早上起床的時候會有雞在旁邊之類的。但是壞處就是因為可能這個錄音機空間也沒有很大，如果旁邊有人在講話，或是放音樂、唱 KTV 啊，或是放煙火，那基本上都聽得到。那這些東西昨天都有發生。今天我們還要再走將近200公里，每天都是差不多 Google Map 上面寫5個小時起跳。但是事實上，騎車會花更久的時間。是放羊的孩子。放羊的孩子，慢慢的放羊的孩子。至少我们在走的山路很多都是彎彎曲曲的，所以你騎車的速度並不是像 Google Map 上面寫的一樣。這趟旅行在越南就是上山，然後下山，下山有一些村莊，然後又再上山，然後再下山。真的是上學的小朋友。很難想象啊，就是一台110cc 的車，它可以冲上去。哦，我覺得這個地方比那個沙巴還要漂亮。過不去了，你看前面是什麼？前面有一艘船。前面那一艘是小船，我們的是大船。啊，我們聽說小船會騙錢，所以我們就搭大船。越南的午後雷陣雨感覺比台灣還要大，雨下了會很痛。我們原本是穿着雨衣，然後繼續往前騎，結果發現這太痛了，所以就還是到旁邊去休息一下，然後等這波雨結束以後再往前走。哎，中獎了，踩到牛大便了，直接牛糞直接噴起來。這坨就是剛才碾到的牛屎，你看超大坨，拿來跟機車做對比，牛屎長這樣。好，現在在躺椅休息。我解釋一下，就是因為這條路實在是又臭又長，就是我們現在就在這裡，所以這是路邊的，看起來像一個雜貨店的地方。路邊常常會有這種小店，然後都可以進去裡面休息。它這裡還有吊床，你可以讓你躺，這樣很舒服。然後休息好以後再上路，因為越南實在是太大了。隨便一騎就是，哦，這一台是我的車，反正隨便一騎就是好幾個小時。你領了多少錢？我還沒領呢。你沒領錢？你要領多少錢？他說我密碼不正確啊。哦。好，再說一次，你領了多少錢？1000萬。1000萬，哇，千萬富翁哎！1000萬可以用多久？不知道哎。哦。要看會出多少意外。會出多少意外？好，修車廠。Again。來，說一下為什麼在修車廠？因為撞車了。對，就剛才前面有個王八蛋打左轉方向燈，然後不看車，然後就直接給我撞上去。知道為什麼今天會出車禍嗎？因為剛剛踩到牛糞了，帶賽。撞到以後，他們真的很單純，就是大家站起來，然後東西拍拍，哦，東西好了以後，然後就走了，就沒了。人就直接離開了，然後幸好只有小傷啊，就一點點而已，最嚴重就這樣。車子很厲害，它這台車子我們那時候撞的事實上蠻慘的，車子都沒什麼事情，都還好，頂多就是龍頭歪掉而已。然後龍頭歪掉，它撞兩，再把它敲個2下也敲回來。剛好因為相撞的地方隔壁是加油站，所以那邊的人也都蠻好的，就是還請我抽菸。酸，好 to do this。Oh, it's really good. Oh, thank you. Oh, by the way, fish. Nice to meet you. 我們下山了，這台機車有成功的把我們從山上這樣子繞一圈，然後再下來。雖然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到的城市也非常大，這邊事實上還有素食店。然後你有什麼想說的嗎？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的。OK， 那是什麼東西？好，反正就是這個我昨天才洗過。就是你知道海邊的空氣有多髒？我不知道。對，整個越南的國道空氣都非常的髒，但沒有關係。所以之後我們會開始買風鏡啊，然後戴口罩啊，想辦法把自己包得跟越南人一樣。我相信他們可能不見得是為了防曬了。哎呀，
不得不承認這台車事實上蠻耐撞的，就是當時出車禍的時候算，就是2台車真的就撞在一起，但是這台車幾乎都沒有任何的問題。當然對方的車也沒有什麼問題，都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不進這種車。這種車它真的很便宜又很好用，然後又很耐撞。哦，台灣一堆車禍，感覺就很適合需要用這個。好像要好一點。好，現在來保養一下機車，就是這是我的工具，全部加起來不到差不多台幣150。這個是廢機油，這個是跟機廠要的免費的。主要的保養內容大概就這樣了，就是我幫那個機車的鏈條上點油啊，這個排氣管有點凹陷了，因為當時那個出車禍撞到這邊，所以我想辦法把它弄回來。為什麼會想要做保養的原因，是因為這台車雖然它是一台很耐操的小車，但是身為一個前機車技師，看到這台車跑了好幾百公里，還是會忍不住就是對它好一點，因為我們不希望在路上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了，那個鏈條都鬆掉了，只要車子騎久了就會像這個樣子，所以我等一下要把鏈條收緊一次。這已經是我用壞的第3個工具了，它的工具比螺絲還要軟。那現在做好簡易保養了，那如果有在看這集 Vlog 的話，那你大概也學到了簡單的機車保養的一課了。希望這台車還可以再撐個好幾公里，因為還有一段時間才會到峴港。哦，對，我還要秀給各位看這個剛買的機車的風鏡，解釋一下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因為我們在路上碰到很多大車，然後那些大車他們都會掉屑屑，然後灰塵也都非常多，跟台灣的大車不太一樣。越南的車每一台都超載，沒有看到沒超載的，因為超載所以那個屑屑都會掉下來，騎在它後面很危險。然後很多灰塵，基本上看不到路。如果沒有下雨的話，那些路都很多灰塵。我的眼睛看得很痛苦。這段時間我那個眼睛已經就是現在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已經有一些乾眼症的那個狀況，所以我就把這個也帶起來。出發嘍！你看包成這樣，好可怕哦！你看我的那個運動相機，我平常掛在那個胸口前面，它髒成這個樣子，已經擦過一輪了，但還是都是灰塵的。汽車他們看到機車，他們會就直接從旁邊穿過去，然後很危險，然後有一大堆灰塵，會讓你看不到。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把那個面鏡啊、口罩戴起來，因為灰塵實在是太多了。好，我們現在在那個胡志明小徑，我們後面這些車啊，這些大型的車，他們都是從這邊來的。這邊進去就是老撾的邊境了，台灣叫寮國了。你可以看這邊的車都長這樣了，它連那個車牌都有那個老撾的字。好，現在休息時間，吃個午餐，因為外面太熱了，剛好可以補一句，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越南鄉下的地方，就是在深山裡面，或者是一些就是看起來就是沒有補給的地方，他們賣的食物事實上比那個就是相對比較發達的地方還要便宜很多。這個我到現在還是不太習慣，因為通常在台灣是反過來。我就想說，為什麼交通成本都不算？可能是因為接近那個老撾的邊境，所以他們這邊的物價好像也低了一點。不知道拍不拍得到這些小蟲蟲，這裡有好多很像小黑蚊的小蟲蟲，但是它都不咬人，我就讓它在我腳上旁邊飛，至少30隻吧，在越南很常見。越南的某一条河裡面，很難想象啦。這邊最便宜的一個 hostel， 然後一個晚上差不多才$1左右吧，還有溜滑梯之類的啊。然後我們決定就在這邊待上一晚。然後附近有一個好像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個洞穴，我不打算去，因為它有點太觀光化了。跟那些比起來，
我自己比較傾向於就是在水裡面。我想這個就是騎車穿越越南的一個好處啊，就是你想要在哪邊休息，你就在哪邊休息。那我們決定是在這邊休息啊。這條河真的很輕啊。你有開車嗎？騎車。騎車。碰你啊！開車嗎？沒有。沒有，他開啊。對呀。他幫我導航。我不會開。你可以抱抱他來可以啊。對呀。我就坐着發呆就好。反正就是剛才吃飯的時候，旁邊有一個在台灣工作的月老跟我聊天，當他知道我是台灣人的時候，然後他就很開心的在聊說，哦，台灣，我也去過台灣，這樣，我被警察抓回去了。好了，紫禁城證明我來到順化了，然後隔壁就有賣咖啡的，然後咖啡很便宜。我們剛才去那邊買那個法棍差不多才1萬塊。這很裡面要收門票。身為這種很摳的 traveler 的人來說，我自己看到買門票的東西，我就不會想要進去了。但是在附近亂晃的話，還是有很多很好看的東西。但是我懶得拍，因為我想說今天休息一下。好，那今天記錄整段路程差不多3個多小時，然後再往差不多2個小時的車程就到峴港了。所以基本上。這段路已經沒有什麼山路了，補給也變得多很多。老實說，有時候還會蠻想念那些在山上缺乏補給，然後什麼東西都要補給弄好弄滿的那個狀態。雖然過程蠻辛苦的，但是風景非常好看，然後那邊的人也都非常好。我們決定在順化待個幾天，然後好好的看一下這些地方，然後之後再往峴港前進。沒意外的話，到峴港這部影片應該就暫時到一個了結。OK， 那現在準備出發了，然後從順化到那個峴港，大概就是一條路了。然後希望不會太多車，剛好記錄一下路邊攤。它這種路邊攤都很便宜，很便宜。它這個才差不多1萬塊越南盾，但是如果在外面吃一餐，可能我要5萬塊。那如果沒什麼概念的話呢，就是價格大概談在這邊，非常非常便宜啊。在台灣可能就是買一杯麥香紅茶，然後在這邊可以吃一頓早餐。但缺點就是路邊攤了。真的有火車哎！好，這邊右手邊就是順化，然後左手邊就是峴港，然後這邊就是一個觀光景點。你看，有一群觀光客出來了，所以，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觀光客的話，你可能會被巴士載到這邊來，然後你就可以自己上來，然後買個門票，然後進去，然後看個東西，然後看完再出來，這樣要收門票，所以我就不想進去了。進去大概就是在那邊可以拍個完美照。我會傾向在隔壁去喝咖啡啦。喜歡飛空拍的朋友們可能會對這邊有點失望，但是我會建議啦，就是我們剛才上來的路上有一條湖，然後那邊就非常好看。好，我們到峴港了，然後我們在麥當勞裡面，這邊有很多英文。然後是我看過整個就是在越南走下來英文最多的地方，然後這邊的人也都會講英文。開始我看到一些就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會騎機車這樣。我想這個地方算發達了，交通很亂。你看前面的警衛會幫忙在那個機車上面套那種防止讓你屁股很燙的那種套子，人還不錯。然後這邊有日本的船。我們現在在惠安，就是事實上惠安就在峴港下面一點點。然後我們今天打算在這邊住，因為這邊的住宿比較便宜。你看，除了我們以外，沒有人發現這個是紙幣。我們也是看照片才發現。好扯哦，就在隔壁而已。再回頭看一下我這台機車，至少有沒有什麼問題？原本有的問題一直都有。然後沒有的問題一直都沒有發生，也沒有漏油。然後真的有變化的地方應該是這裡，就是我這一條車子，我後來換了它的鏈條跟它的齒盤，因為它當時磨損的已經差不多了。基本上它換好以後也是就是頭好壯壯的，跑了很久。如果有人好奇的話，為什麼後照鏡只有一隻的話？因
越南這邊很多機車他們的後照鏡就只有一隻，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看後照鏡，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喇叭比方向燈還要重要的原因。希望這個影片可以讓大家知道說，就是世界上在這邊買一台二手機車沒有這麼可怕，然後一台車子還是可以讓你就是走很遠。好，那目前我在的地方是惠安，那這個影片大概在這邊就做一個終結了，因為我在這段時間會在這裡待一陣子。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那你歡迎就是在這邊按讚，然後訂閱、分享之類的。然後我開了一個 Ko-fi 的頻道，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支持我的話，你也可以去那邊看看。那大概是這個樣子，那我們下次見，拜拜。